各位投资人，欢迎。今天这个简报我们不谈别的，就来深入聊一个，可以说是结构性的机会。它很可能在未来短短的24个月内，彻底改变整个东南亚的资本流动版图。而这个机会的核心就是越南。好，我们先来做个思想实验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有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金，不是可以选择，而是被迫，是非买不可，一定要冲进同一个市场，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？这听起来好像很夸张，对吗？但这不是假设，这是一个已经可以说箭在弦上的剧本了。那这个剧本的导火线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富时指数，英文是 FTSE， 即将要帮越南的股市升级。简单讲，越南现在是在边境市场这个组别，未来要晋升到次级新兴市场。这听起来好像很专业，但你把它想成是一个全球基金经理人的超级购物清单。一旦越南的名字被加到这张新清单上，所有追踪这张清单的基金就必须是自动的按照规定去买越南的股票。所以你看，这不是一个可能，这是一个系统设定好的连锁反应。来，我们看看这个数字，40到80亿美金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是根据像 Vina Capital 这些专业机构的估算，光是升级已被确认，第一波最基本的强制性买盘就有这么多。你要知道，对于一个平常交易量还没那么大的市场来说，这笔钱，哇，那根本就是一股超级巨浪。不过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聪明的投资者，我们都知道，绝对不能只把宝压在单一事件上，对吧？所以，我们先暂时把 FTSE 升级这个话题放一边，我们来看看越南经济本身它的体质到底好不好。你会发现，就算没有这个催化剂，越南本身就已经有非常强的基本面了。我们把它叫做双成长引擎。这两个引擎，一个是外部的，大家可能比较熟悉，就是所谓的世界工厂 2.0。但另一个是内部的，这股力量常常被市场低估，我们叫它数位之龙。要看懂越南的未来，这两股力量怎么互相拉抬，你一定要搞清楚。好，我们先聊聊外部引擎，也就是制造业。这几年大家都在讲中国加一，那越南啊，毫无疑问就是这场供应链大迁徙里的最大赢家。数字会说话嘛？你看，2025年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 创了历史新高，而且超过65%全部都投进了制造业。你手上用的手机、电脑里面的零件很多都跟这些大厂有关，三星、Intel， 甚至是 Apple 都把越南当成他们重要的生产基地了。再加上它的人口结构非常年轻，平均年龄才32岁，又有超过15个自由贸易协定加持，可以说这个世界工厂 2.0 的地位做得非常稳。OK， 外部引擎很强，但接下来我们要看内部引擎，而我个人认为，这才是真正让人兴奋的地方。根据像 KPMG 这些机构的报告，越南的网络经济在过去短短5年，规模翻了超过3倍。你看看，不管是电商、金融科技还是云端服务，几乎所有领域都在经历那种爆炸性的成长。而且政府也很有野心，目标是2030年数位经济要占到 GDP 的30%。有机会的话，你去胡志明市走一圈，那种科技新创的活力真的会吓到你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为什么要看越南，但身为投资人，我们心里都清楚，更重要的问题永远是什么时候才是对的时机？因为在投资的世界里 ，timing is everything， 时机就是一切。而我认为，我们现在就正处于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投资窗口。这张时间轴可以说把整个故事讲得很清楚了。你看，在过去，投资越南风险高，不确定性也高。但是到了2025年，越南开始做一些关键的改革，比如说把股票交割时间缩短到T+2，这就跟国际接轨了嘛。这就替2026到2027年创造了一个绝佳的甜蜜点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升级这件事情迹象越来越明显，大家看得到这个触发器了，但是市场的价格还没有完全反映进去。
等到未来升级真的宣布了，消息一出来，价格早就冲上去了，那时候你再追就太晚了。当然啦，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，任何一个专业的分析都必须要很诚实的把风险摊开来讲。越南的机会很诱人，但我们也必须要头脑清醒，看清楚它潜在的挑战在哪里。第一个风险也是最直接的，对出口的依赖。各位，你看这个数字，出口占了越南 GDP 超过80%，这非常非常惊人。但这也代表越南的经济命脉是跟全球经济的脸色绑在一起的。只要欧美这些主要市场一打喷嚏，需求一放缓，越南经济可能就会得重感冒，这是它最大的软肋。第二个风险是流动性的问题。简单说，越南股市每天的成交量跟台湾或美国比起来还小很多，这就像一个比较浅的游泳池，你丢一颗小石头进去，水花就很大了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大笔资金进出很容易造成股价上冲下洗，非常剧烈。所以在这个过渡期，你怎么去管理这种波动，保护好自己的本金，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课题。第三点，企业治理。老实说，越南上市公司的财报透明度、资讯揭露的及时性，跟国际标准比，还有一段路要走。这不是说越南没有好公司，绝对有。但这意味着你不能用买台积电、买苹果的那套思维直接套用在这里，你必须卷起袖子，自己下苦功，去做更深入的尽职调查。关于这点，我们等一下会给你一份很具体的清单。OK， 基本面我们懂了，时机我们也抓到了，风险我们也看清楚了，现在就进到最重要的部分，那我到底该怎么做？接下来就是我们为各位准备的一套实际可行的越南投资攻略。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，要参与越南市场，主要有3条路可以选。第一条，最简单也最直接的，就是买越南市场的 ETF， 好处是一次就买了一篮子股票，风险比较分散。第二条路是找所谓的间接受益者，比方说有些跨国公司在越南有很大的工厂或业务，越南经济好，他们的股价也会跟着涨。那第三条路当然就是难度最高，但潜在回报也最高的，直接去挑越南本地的绩优股来投资。好，我们来聚焦在一般人最常用的2种方法，买 ETF 还是直接买个股？这没有标准答案，完全看你是哪一种类型的投资人。如果你是那种，我没时间研究财报，我追求的是简单、方便、风险分散，那 ETF 绝对是你的首选。但如果你是那种很享受自己挖掘潜力股的过程，愿意花时间做功课，而且你也能承受比较高的风险来换取可能更高的报酬，那么直接买股票可能就更适合你。那假如你决定要挑战直接投资这条路，这份尽职调查清单，请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，这不是建议哦，这是纪律。你真的要像个侦探一样，把公司的财报翻过来倒过去看清楚，要去了解外资持股上限 FOL， 因为这会影响股价的天花板。要去评估这家公司的管理团队到底靠不靠谱，还要分析它在整个产业链里的位置，它的护城河到底有多深。你一定要记住，在新兴市场，你花在研究上的时间，就是保护你资产最好的盾牌。好，那如果要做研究，精力应该放在哪里呢？这张图表很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看法。传统的制造业，它的成长潜力还是很稳定的，是越南的基石，没问题。但是如果你在寻找的是未来10年那种可以带来爆发性成长的机会，我们认为答案就在数位科技这个领域。它的天花板更高，想象空间也更大。这也完全呼应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强大的内部引擎——数位之龙。总结今天所有的分析，我想用一句话来收尾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，不是在浪打来的时候才去追，而是在浪潮形成之前就已经站在对的海滩上。我们今天做的这一切，就是希望帮助各位找到那个正确的海滩。今天的简报就到这里。越南这个故事是一个结构性的机会，而且这个机会之窗正在我们眼前慢慢的打开。
最后，我想留给各位一个问题，回去可以好好想一想，你的投资组合为了迎接越南下一波的浪潮，你准备好了吗？